你是否也在游戏中遇到过这种情况？明明刚刚才吃的食物，可是没走几步，饥饿值又开始疯狂往下掉。打怪的时候还得不停啃食物，结果血量还没回上，自己却被怪给打死了。其实这不是你的操作问题，而是因为你吃错了东西。在这个视频里，我就来和你分享游戏中最烂的5种食物，它们不仅性价比超低，还可能在关键时刻害到你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排在第5名的就是很多新手经常会中招的甜菜根。为什么说它烂？因为它补的实在太少了。一颗甜菜根只能恢复1点饥饿值，也就是半个鸡腿。如果你的饥饿值空了6、7格，那至少得啃掉7到8个，甚至更多的甜菜根才能恢复上血量。更坑的是，当你把它合成出甜菜汤以后，虽然能补得更多，但却不能堆叠。想象一下，你背包里装了10碗汤，就要占10个格子。别说出门探险了，你连多带几个物品的空间都没有。所以甜菜根的存在更像是一个新手陷阱。它看起来常见，容易中，但真正用起来，你只会觉得自己在浪费背包空间。第4名就是很多玩家钓鱼时会顺便拿到的热带鱼。它的问题在哪里呢？首先，它的恢复量极低，吃一条热带鱼只能补1点饥饿值，也就是半个鸡腿。更离谱的是，它甚至连烹饪选项都没有。当你把它放进熔炉里，它是完全没有反应的。在游戏里，热带鱼唯一的价值就是装进水桶，用它来喂蝾螈或者当观赏鱼都是不错的用途。拿来吃的话，那完全是浪费。你吃10条热带鱼，可能还不如1块面包来的划算。所以，如果你得到热带鱼，最好的做法就是用来观赏，不然就丢掉它，千万别把它当做主食。第3名是一个名字就已经很可疑的食物，那就是毒马铃薯。它看起来像普通马铃薯，但只要你吃下去，就有60%的几率中毒。中毒会让你在5秒内疯狂掉血量。更坑的是，毒马铃薯没有任何实际用途，既不能合成别的食物进行加工，也没有额外的特效加成。很多新手以为既然能吃的话，那应该有点用吧，结果一口吃下去直接被坑惨。正确的做法就是直接把它丢进岩浆里烧掉，或者给你的新手朋友吃下，千万不要自己拿来吃哦。再来要介绍的第2名就是干海带。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干海带会觉得，哇，这食物竟然能堆叠64个，带出去肯定很方便吧？没错，它的确可以大量的携带，但问题是它的饱和度太低。每一片干海带只能补1点饥饿值，而且饱和度极差。你刚吃下去没多久，就会开始疯狂掉饥饿值。换句话说，你可能要连续啃吃几片干海带，才能勉强顶上几块牛排的效果。光是吃东西的频率，就能让你崩溃到怀疑人生。更何况要获得它，你还要拿海带去烧制，这样才能得到它。所以干海带的用途，还是当做燃料烧制物品更加好。终于来到第1名，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河豚。你在游戏里钓鱼的时候肯定会有拿到过，或者在海底探索的时候也会有遇到。但河豚绝对是整个游戏里最烂的食物之一。你肯定会想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但不补，还会害到你。你吃下1条河豚后，会触发这3种负面效果。中毒2，使你的生命值疯狂往下掉，效果持续1分钟。反胃2，让你的画面疯狂抖动，根本没办法好好看东西，长达15秒。饥饿2，让你在15秒饥饿值疯狂往下掉。换句话说，它完全是毒药食品，不是补给，而是自残。很多新手第一次误吃河豚，基本都是一脸懵逼。我明明吃了东西，为什么血和饥饿值掉得更快的？河豚唯一的用途就是拿来酿造水下呼吸药水，除了这个，它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。所以，如果你把河豚当食物，那你就是在坑自己。最后再加一个隐藏的兔肉汤，为什么它也被算在烂食物里呢？其实它恢复值并不差，1碗能补10点饥饿值，但问题在于它不能堆叠。和甜菜汤一样，你背包里装了10碗，就要占10个格子。而且制作材料极其麻烦，需要烤兔肉、烤马铃薯、胡萝卜、蘑菇和碗，听起来很丰富，对吧？但问题在于这里面的食物很多本身都可以直接吃，比如烤马铃薯能恢复5点饥饿值，饱和度也很不错；烤兔肉能恢复5点饥饿值，胡萝卜能恢复3点饥饿值。换句话说，光是吃这3种食材，恢复效果其实比喝1碗兔肉汤更高、更划算。你辛辛苦苦花时间去合成，还占用背包空间，到头来结果却比不上直接吃食材。
所以兔肉汤就是一个典型的看起来很豪华，但完全是鸡肋的食物。